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挖奇亚币如何加入到矿池挖矿。我们现在访问的这个网站是 Hpool，这是一个支持奇亚币挖矿的一个矿池。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帮助中心里边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挖矿教程。我今天带着大家过一下这个挖矿教程，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点，然后我给大家稍做一些解释。挖矿设备和环境，它现在支持的是 Windows、Linux 和 Mac，操作系统支持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挖矿之前，我们需要来访问3w 点chia 点 net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官方的起亚的官网。我们通过官网来下载一个起亚的一个挖矿软件，也是它的一个钱包。它这里边的版本是1.0.3，现在已经升级到了1.0.5。然后这边是一个 GitHub 的一个网站，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下载它的源代码，用它的源代码可以编译出相应的不同版本的一些可以运行的一些软件。这个当然是根据大家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了。然后 GitHub 里边也有一些讨论，还有一些关于这个软件问题的一些描述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访问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GitHub。我们现在以Windows 为例，去下载一个 Windows 的版本，然后给它安装，速度是很快的。它这里面右上角会有中文的一个支持，选择中文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熟悉。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私钥，这个私钥是由24个助力词来组成的，它而且有先后的顺序，这个顺序是不能错的。这个是相当于进入这个奇亚钱包的一个密码，需要把它保管好，不管用什么的方式，拿纸给它记下来，或者给它简单的拍个照留下来，这个是一定要保管好的。下面所做的这个签名就是把起亚官方的这个相当于你的官方的这个用户，然后和这个矿池进行一个绑定，这样你就加入到它的这个矿池之中了。首先我们先进入这个下载中心去访问它的这个算力签名软件，下载它的算力签名软件。这块以 Windows 为例，去下载它里边需要输入24个助力词，然后词之间是以空格来来间隔的。然后这里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个其实相对是比较安全的，Hpool 并不会拿到大家的这个24个助力词，密码是不会被泄露的。如果说大家还不放心的话，可以在无网的状态下去完成下面的这个步骤。这个步骤很简单，填完之后点一下签名，然后后边的这几个就会相应的生成出来，指纹、公钥、私钥，然后都是公钥，矿工公钥，然后矿池公钥，然后底下还有一个签名。这里面需要说的话，需要说的一点是，它这个指纹其实是通过大家输入的这24个助力词生成的一个哈希值。这个值的话，需要当大家运行这个起亚官方钱包的话，开始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值，这两个值必须匹配。如果说不匹配的话，有可能是大家在输入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些输错了，才导致这个值不一样。所以说要进行下面的步骤，这两个值首先要求必须是一致的，才能继续往下走。做了这个签名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开通矿池，进入这个 Hpool 的矿池去开通起亚的这个池子，点一下这个开通，然后呢我们去绑定，就相当于把个人的账户和它做一个绑定，就是把刚才用算力
签名软件得到的这个签名给 copy 到这里，copy 一下，然后粘到这里，然后点一下绑定，这样我们这个就绑定了，把个人用户和这个矿池进行了一个绑定。然后下面就可以进行批盘了。这是一个批盘设置。其实我不是建议大家去用HP 的这个批盘软件，因为它这是一个命令行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很直观。像进度的话也不是很好能看出来。但是起亚那个官方的呢，它是一个支持图形界面的，百分比的进度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个会待一会儿说如何进行批盘设置，我们先继续往下走。这块可以把它忽略掉，大家看到它这个都是一些命令行。这里边需要做的是这个挖矿软件需要下载。刚才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它起亚挖矿分2个阶段，一个是批盘，一个是挖矿。挖矿的话需要下载它这个软件，然后这里边需要进行一下设置。设置的话就需要来把这个 API 的这个 key 从之前的这个矿池这边 copy 过来，然后粘贴到这个刚才这个软件的相应的位置 API key 给它粘过来。另外需要说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在批盘的时候，这个批盘文件过一段时间，过几个小时，它就会不断的增长，会有新的批盘文件出来。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个自动加载新文件这个勾选上，然后时间间隔它缺省是60分钟，建议大家把这个值改的小一点，10分钟吧，比较合适。这样的话，一旦有了新的批盘软件，它就会加入到它会做一个重新的扫描，根据你的这个间隔时间，然后把它重新加载到你的这个铺里面。然后这个是选这个批盘文件的所在路径，这个是可以多选的，可以选多个值，可以把批盘文件放在不同的磁盘、不同的目录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点这个添加就可以了。这块是 Linux 版，然后我们今天就不做过多的说明，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要说的，给大家推荐的用起亚的官方钱包来进行批盘。它这是一个批盘的一个界面，点这个农田，首先是一个农田数。农田数呢，这是根据下面选的这个在队列中加入一个绘图作业，然后这会有一个队列名。如果说你可以同时P 多张图的话，我建议这个队列名应该是不一样的。队列名 default 1、default 2、default 3，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同时可以 P 3个盘，然后呢，这是3个队列，然后你每个队列呢，农田数是多少？意思就是我批完了这个一个文件，可以进行下一个文件。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个3，选一个5，这样的话，你每个队列都有不同的，都有多个值，这样的话你不用每次都添加了。并发的话，拓荒的话，我不是很推荐，我觉得还是用右边的这块比较方便。左边的话它会同时批多个文件，我觉得不如分几次来创建多个队列更加的方便。另外，其实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批盘更加有效，这个和线程数和内存都是其实有些关系的。但是在这次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讲了，可能通过下一期的视频给大家讲一下有哪些设置的一些技巧。另外它这里边有一个叫排除最终目录，这个是建议大家
勾选上的，因为如果说不勾选的话，就是会产生双挖的情况。双挖的情况就是你的这个 P 盘文件既去官网做任务，然后也去这个 Hpool 里面做任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挖。双挖其实是不合规的。Hpool 一旦发现的话，大家的账号就会被封掉。所以说这个排除最终目录一定是要勾选上的。然后这个点击删除，如果说你添加了目录，是通过这边有一个按钮可以把它删除掉，避免去双挖。行，这个基本上就讲完了，然后会通过后边的视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P 盘的一些设置的一些技巧吧。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关注评论。